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有钱人要逼小孩子去买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如果你中年才买房子会怎样？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是讲说怎么买房子嘛，那我们今天来讲不买房子会怎样。那讲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新闻。这个新闻的资讯栏我都会放在连结啦。这个新闻的标题是：缴完房贷你都77岁了，不辛苦吗？47岁妇人担心租金连连涨，年老租不到屋，宁愿背30年房贷。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有一对47岁的夫妻啊，想说就这样租房子租到老，然后再搬回去继承公婆家的房子就好，因为现在住的地方房租也只要18000离公婆家也近，看起来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子，就没想到房东每年都去涨房租，连涨3年，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虽然没有房贷的压力，可是却被房东掐着脖子，每年租金都上涨，所以才开始看房子然后好不容易看到一些16坪的卖700万可以贷8成，然后贷30年给他缴下去，可是缴下去就要缴到77岁那说真的啦，这个就是太晚上车要面对的现实，所以你要知道，租屋市场对老人不利租屋市场对老人就很不利啊！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你也知道啊，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租屋市场对你会越来越不友善因为当你年纪越大，你需要的空间也会越大。例如，当我们20几岁的时候，那住哪里就没差嘛，那个睡上铺也没差，对啊，大通铺也睡得着。可是当你30岁、40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你对睡眠品质开始有要求了。原本房东给的那种烂床垫你睡起来就是会腰酸背痛那像隔音啊那个晚上太亮啊外面广告招牌就会开始有要求了。这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当一回事。像隔壁的房客半夜2点在打炮，你以前你就照睡你的，可是30岁之后你就会醒来那甚至捶墙壁叫他们小声一点，醒来以后你就睡不着了这个是真的。所以你看很多租房子的人我们不要讲那种惜家带眷那就说30岁以上单身的你就去问他们有谁是住在以前那种2坪的小套房里面打算要买房子或是正在缴房贷的那种不算所以未来你会遇到的状况就是租的房子怎样会越来越贵，然后你会开始对房租的涨价越来越有感，最后你还是会鼻子摸一摸去买房子。所以你要知道，老人买房子越来越多。老实说，这个也是我做完功课我才知道，现在老人买房子的比例真的很高呢。口说无凭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联征拉出来的，全台买房子的人居然有超过15%都是超过50岁的。那50岁买房子除了买房投资自产以外，一定也有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案例就觉得说现在好像不买也不行了，所以才比较晚上车。你说就是那种家里多一个小孩，说要换大间50岁，那应该很少吧？除非你去娶一个30岁的老夫少妻这种。那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例子47岁买一间700万的房子，然后银行可以给他贷款8成，还能贷30年，那就代表说银行也觉得这个很 OK 啊这个重点在银行都不怕了，你自己怕什么没有说什么年纪大就不好贷的状况你贷款要到77岁你才还得完银行都不怕，你在怕什么能上车还是早点上车题外话说一下，他能到77，其实银行在放应该是你的贷款再加年纪是到大于小于75，所以这个网友的说法是缴完到77岁，没有，他在75岁就要把它缴完了，不然银行以现行应该是贷不下来。好，这不是重点。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如果你到中年你才买房子会发生什么事？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从新闻上面看到案例就一对47岁的夫妻，本来打算这辈子都不买就直接等继承就好。那后来发现自己虽然是不用付房贷，可是在外面租房子就是被房东怎样掐着脖子那每年都涨租金，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买房子。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其实这种就是真的是温水煮青蛙钝刀子割肉。
割到最后你受不了哦，才会发现啊，看自己选错边了哦。那最后还是要去买房子啊，买房子你就是买比你年轻时候看一模一样的房子，可是它现在超贵，好，这没办法。那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哦，现在银行给中老年买房的条件还是很宽松的哦，47岁买房子，还是可以贷款逼近30年，然后贷款7成8成看你的财力，而且全台湾买房子的人有超过15%都已经超过50岁了，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你自己不好贷款了。最后我想问你哦，你身边也有朋友是50-60岁才买房子的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50-60岁哦，老人买房的哦。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开始买房的，记得订阅加分享出去哦，分享到赖群组，那或是加入会员频道，以后会分享更多给你哦。讲八卦哦，讲八卦，老人租房子有弱势这件事情，我讲一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哦，叫以房养老哦，以房养老。以房养老这个东西啊，现在社会上普遍不是很接受，他就认为那个是银行要吃你房子用的。但我不得不说哦，以房养老这个非常的适合什么那个孤寡老人哦，孤寡老人。以房养老哦，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老了嘛，你房子嘛，你没贷款或是贷款剩一点点嘛，那你一样去押房贷，然后那个你死了以后，银行把房子收走，可是在这中间就用房子的真钱给你钱花。我们在台北市，像万华、中山、大安或台大附近宝藏岩那边，都还有这种住户，就是他活得跟乞丐一样，可是他房子地段超好哦。你要他身上拿5000块，他应该都拿不出来，还在捡回收。可他就住在蛋黄区的一间烂房子里面，他生活痛不痛苦？非常痛苦哦。可是他的房子怎么样？他房子地段那么好，然后没有贷款，这就是我们说坐在金矿上的乞丐。好，那以房养老，如果你有子女，那就当然是子女尽孝道奉养父母嘛。那如果没有的话，以房养老或许真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我以前也不信，我想说银行要变着法子去吃人家的房子。可是后来我听几集 podcast 了以后，好像真的有道理，就是就孤独老人嘛，就有房子嘛，就已经没有谋生能力了嘛。那你这个房子押钱出来，你每个月5万块可以花，一直花到死哦。只要你的增值够，花到死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哦。那这孤独老人之后房子被银行收回去就收回去啊，因为他没有后代。好，那这个就是以房养老。除非你自己有把握，你做到以房养老，否则你自己想想看，你到60岁、65岁失去经济能力，没有小孩子，就没办法赚钱工作，你还在租房子，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你觉得政府的社会住宅轮得到你抽吗？对啊，一定没有嘛。所以趁年轻的时候把房子买起来，然后等到老了有小孩，那你就顾好小孩，然后小孩养你那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就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个银行的以房养老专案以房养老专案。你看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房地产就哑巴儿子因为房地产是资产的一种，然后这资产会增值的，然后增值了一辈子之后有太多方式把它压出来压钱出来花以房养老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就是那个老人是不需要把房子卖掉的不需要那就是用以房养老专案，他一样住在那间房子里面，可是那个房子生钱出来给他花，然后只要增值的足够比方说就在东门捷运东门站，台北市捷运东门那边或大安区的房子，要养你养到死，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说你都开始住院了，住安养院了然后你还是以房养老在支付这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像松江南京那行天宫站那附近有非常多的老房子，我看一看其实这些真的都可以是以房养老的一个很好的标的。现在是因为市场中的需求还没有很猛烈，那我在想未来应该要再过了20年30年以房养老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显学。好，不管你是以房养老还是怎么样，你这个前提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房子要给它买起来，对不对？房子要给它买起来。我们想的事情都是现在是2024年，然后房子就是这个价格了。那我们随便讲到2054年的时候，你觉得台湾房价到时候变什么情况台湾房价变什么情况？2054年
同理啊，我们现在回头看前30年，今年2024嘛，30年前不是1994的房价跟现在2024的房，1994的人想得到2024会变成这样吗？以前那个年代1000万叫做豪宅，现在1000万在台北市能买什么？对啊，所以我们再过30年到了2054年啊，到时候的房价啊，你现在还不上车？对啦，现在是很贵，那你现在不上车怎么处理？也有人说台湾可能活不到2054年，那个对面就过来。那我的看法啊，过来就过来啊，过来他总不会来个赶尽杀绝嘛，所以我们在台湾然后我们有资产，我们到2054年那个房地产的增值应该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往上爬，而且太多分析了就如果他来，一定是海量的中国人就会进台湾，海量的中国人进台湾只要他们一自产，就会推升整体的房价，怎么看都很难看到会是一个房地产崩跌的局面你说啊，我们的永久产权就会变成那个我们现在是土地私有制，然后中国就会变成他房子会给你一个期限到了啊，问题是在中国就没有什么发生嘛，那多的是什么？多的是拆迁户暴发户的产生，所以没有不好啊那不是说我鼓励这件事情，而是我说啊，累积资产那不管对面来不来累积资产都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稍微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不然怎么办？不然你要移民吗？你有本事吗？你去加拿大，你去美国去买房子、去投资、去自产、去退休啊那这本身就要求你，要么你有强大的实力要么你有丰沛的资金问题是都没有啊。那我们这种凡人就是在台湾看能怎么样然后让自己跟家人过得安稳一点、安全一点，就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家人，那你就以房养老啊那大概就是这样。老人租真的蛮可怜的啦，我自己是房东，我自己都不太敢租给那些拿着拐杖助行器的老人了。对啊，我相信你是房东，你也一样啦这故事我们都听过看过太多了，所以不要让自己成为那种老人。如果你现在还有能力上车，你就要上车了不然2054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自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自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自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啊，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
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哦，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闭癌就 OK 啊。哦，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哦，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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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